有缘人，奉劝你一句，有灵性的女人你惹不起，你不要看她心软善良，就想欺负她。她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样，她能看懂所有的套路，她的通透是生活的磨难带给她的，其他人迈不过去的坎，她不但能走过去，还能守住心底的善良。这样的女人是天选的，但凡你敢做对不起她的事儿，老天都不会饶过你。刷到这条视频的女人就是有灵性的女人，你别不信这种缘。那么什么是有灵性的女人呢？有一种女人，你可以欣赏她的颜值才貌，却永远猜不透她的心。人群中，她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，不争不抢，松弛自在，笑容暖人。她并非珠光宝气，闪耀夺目，却又自带闪光，明媚照人。这样的女人看起来通常显得年轻态，干净整洁，心思单纯，有着孩童的天真，也有母亲的慈爱，有力量却也温柔可亲。你可以轻易靠近她，接触她，好相处，却又有一种让人不敢冒犯的气质。她从来不依附于谁的光环，也不会迎合谁的期待。即便如此，无论男人还是女人，都会被她深深吸引。这样的女人是有灵性的，她具有极其深刻的洞察力，高度敏锐的觉察力，对情绪的觉察，对需求的感知，对自我内在核心能量的笃定。这样的女人往往比一般人更懂自己，更爱自己，更清晰自己要什么，因此她也更懂人情冷暖，更能穿越现象回归本质。那些讨好的伎俩，虚伪的阿谀，隐秘的控制，柔情下的冷漠，都能被他小心识破。他看懂看透一切的套路和伪装，仍然守得住自己的本心和初衷。这样的女子什么都能看明白，却从不显示自己的聪明，甚至看起来单纯简单。其实她们拥有四两拨千斤的能力，以及进退自如的气度。她待人温婉平和，看似很好拿捏，其实她们自带高能量护体，因为她的智慧是生活的千锤百炼带给她的，是能承受常人所不能及的。这样的女子不是没脾气，而是绝不轻易发脾气，在脾气里收放自如。她不需要大喊大叫，咄咄逼人，而是温柔且有力的几句回复，坚毅而淡定的眼神，语言直指核心，跳出内心戏，不玩心理游戏，挑明本质意图，结束一场无用的辩论。这种温柔不是软弱，而是一种智慧和选择。强者不动声色，但却充满力量。这也不是她的孤傲，而是这样的女子往往有着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，因为她知道如何顺应人性，不做无谓的纠缠，不逞一时之快。这类女子的悟性也非常高，通常比较喜欢哲学、心理学，内在有自己的精神或信仰。
她不随波逐流，在复杂的人世间保持清醒和独立。比起外表的浮华，她追求内心的淡定从容。这种深刻的平和，这种从容与深度，不是装出来的，也并不是与生俱来的，而是在一次次心碎后学会的，是经历过了，看见了，面对了，穿越了，放下了过往种种爱与痛，悲与欢，成与败，如散落的珍珠铺陈的路，一颗一颗拾起来，串成珍珠项链。很多人谈灵性，谈修行，谈成长，这种神性的核心在于真实，在于听从内心的声音，在于深刻的和自我连结。这种灵性既是高深的，又是你我皆可具备的，既是神秘的，又是朴素的。去老老实实面对自己的黑暗面，面对自己生命的课题，你就能更好地认识自己，既不掩饰自己的脆弱，也不故作坚强，撕开社交的面具，深入地看清自己的弱点与内在矛盾，去认识自己的恐惧和匮乏，去陪伴自己的低价值感和讨好，去坦白自己的算计和私心，然后在允许和理解中与真实的自己相拥。你越是清楚自己是谁，就越不会被外界的眼光所左右。你越是关注自己的成长，就越知道自己该走哪条路，该去哪个方向，而不是被别人的声音所干扰，被别人的评价做重伤，因别人的建议而动摇。有灵性的女人深知，我本具足，一切内求。当我们被生活磨得焦头烂额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处于借假修真的状态。如果你生活中能遇到这样的人，一定要珍惜，因为和这样的人相处，你会感到自在舒服。和灵性很高的人在一起相处，你会发现很纯粹，很简单，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的人情世故，也没有那么多闲言碎语和处事圆滑。灵性高的女人遇事从不从外部找原因，只喜欢从内部找问题。她们很纯粹，甚至很简单，不讲人情世故，但却是最长情的人。他们看上去就像平凡人一样，平凡到尘埃里，不醒目，不出众，因为他们沉静在心，不善言辞，因为真挚良知，所以虚心应物。他们处事能刚能柔，触机而应。灵性越高越纯粹，越是平凡，越看起来有平常心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总有些女人身上带着一种特别的气场，她们温和却强大，安静却有力量，看似波澜不惊，实则内心丰盈。她们并不急着证明自己，而是活得透彻又清醒。他们的内心像大海一样，能容纳的东西实在太多。灵性越高的女人往往还有以下8个特点：灵妖，越活越像个孩子，容貌也看起来较同龄人年轻。灵性高的女人内心澄澈，像孩子一样纯真善良。她们经历风雨，
却依然保持对世界的温柔与信任。都说相由心生，他们的眼波流转间，静静地藏着一股未被世俗磨损的天真。一枚可以雕琢五官，却造不出那双看透沧桑依然清亮的眸子，那是灵魂在发光。真正的年轻来自内在能量的纯净，而非岁月的停住。衰老也是一种情绪的表达，一个人的老态绝对不只是时光带来的，更大的原因其实是由于身体里积累的各种负能量所拖拽的。所以灵性高的女人之所以看起来很年轻，是因为她们的能量本身也很年轻。02，她的直觉比道理准100倍，她们拥有极强的感知力，对人事物都有很深刻的洞见，往往视角独特，甚至别人需要几年才能看清的事情，她可能几分钟就能看透本质。在别人还在数星星时，他们已看懂整个星系运转的轨迹，几乎可以3句话勘破格局，一顿饭验出底色，不拆穿是修养，不误判是功力。同时他也一定是个特别善良的人，因为一个人越善良，直觉越准。恰如《道德经》所言，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善良让他们与世界的能量同频，而直觉则是这种链接的回馈。它能敏锐察觉情绪变化，预见事情的发展，甚至未曾经历，有时也能准确判断。他会在第一时间察觉到爱人的不忠，即便对方掩饰的再好，他会本能地远离某些人，因为他知道这些人迟早会带来麻烦。他们信任自己的感受，而不是别人口中的别想太多。事实证明，女人的第六感往往最准，不轻易评判，却心中有数，从不因别人的伪装而改变自己的判断。03，他不迎合，也不讨好，只珍惜真正的关系。像古琴只与知音和鸣，他们的朋友圈如同精心养护的盆栽，不必日日浇水，但每次对话都能让灵魂抽新芽。他不热衷无意义的社交，不会刻意取悦任何人，很是低调，害怕人多的场合，讨厌无聊的寒暄，对泛泛之交提不起兴趣。真正适合的人不需要迎合，真正懂你的人不会因为你的好相处才留下，也从不献祭尊严换认同。他的朋友或许不多，但每一个都值得深交。他们的关系不靠频繁的联系，而是心灵的默契。毕竟关系的深度远比数量重要，否则他宁愿独行，也不违心合群。不讨好是最高级的自爱，宁可做孤岛，也不当渡船。他们的人生信条里没有将就二字。独行的豹子比合群的羊群更接近天道。04，他不轻易生气，因为根本不值得。他已经过了那个听几句闲话就暴跳如雷的阶段，也早已看透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局限，没必要为别人的局限浪费情绪。
多数人只会按照自己的认知活着，而不是按照你的期待行事，所以他选择接受这些大不同，而不是愤怒。他不是没有情绪，而是不会被他牵制。可以难过，但不会沉溺；可以愤怒，但不会失控。情绪一定是人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但真正让人后悔的，往往是情绪失控时的决定。它不是没有七情六欲，而是把喜怒哀乐都泡成了功夫茶。看人发脾气，就像看孩童耍赖，这份从容不是麻木，是参透人性后的悲悯。他不会争论、解释，而是选择微笑转身。他的能量只留给值得的人和事。所以你看，生活里有些人性格好，其实是智慧够高，智慧够了，不会生出那么多憎恨怨和消极情绪，因为他们看得到人性的维度，所以能容纳足够多的差异。05，他对物质有要求，但不会被物质束缚。他欣赏一切美好，但不执迷。物质是生活的点缀，而非人生的全部，因为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。他们更会去亲近大自然，包括植物、大河山川、小孩子、小动物，这些穿得起绫罗，也披得了麻布。物质于他们就像是渡河的筏，上岸即舍。最奢侈的从不是橱窗里的包，而是随时能赤脚踩进草地的自由。他在世俗与修心找到了平衡，既能享受世俗之美，也能不受世俗束缚。赚钱是为了自由，而非炫耀。他清清楚楚地知晓，在红尘中历练是为了成为最好的自己。他们不一定拥有最耀眼的世俗光环，却在灵魂深处闪耀着不一样的光芒。06，他的沉默比语言更有力量。你发现了吗？越是高级的场所，越是安静。比如菜市场的喧闹永远进不了5星级后厨。一个高灵性的女人没有那么多话要讲，都在内在做自己的功课。很多时候，一个喜欢叽叽喳喳的聒噪的女人，往往处在比较低的能量层次。你可以去慢慢观察，当一个人不说话，内在的能量是聚集的；说话的时候，能量是泄露的。说的话越多，能量漏得越多，而且很容易祸从口出。说多错多，少说一句废话，就多存3分内力。真正的强者都懂，解释才是最廉价的自我消耗，并且他们深信沉默是一种能量的积蓄。智慧的人懂得用行动胜过言语。他的孤独是带着光的，独处时也能丰盈自洽。一明白，真正的强大不是让所有人都理解你，而是你已经不在乎他们是否理解。07，他的世界里早已没有了对错，他不再执着于黑白分明，而是关注值得。早过了看电视时爱说那个是好人，那个是坏人的年纪。成年人的世界哪有什么标准答案？长大的清醒
从告别二极管思维开始，慢慢的，他们已经学会手握灰度认知的钥匙，在混沌中走出自己的阳关道。他深知每个人的立场都有其逻辑，每个人的选择自有其原因。他追求的不是绝对的正确，而是内心的平衡。他的情绪稳定，不被外界轻易牵动，因为他已经学会站在更高的维度看待人性。08，他相信吸引力法则，活成自己。他不强求任何人、任何事，因为他知道属于他的终会来到身边。那些能把孤独过成庆典的人，心里都住着整片星空，不需要他人填补空白，他们自己就是圆满，也不再有想要向任何人证明自己和证明一些事的冲动，因为他已经开始明白自己，开始接纳所有的自己了，不刻意追逐爱，而是让自己成为那个值得被爱的人，活成光源，蝴蝶自来。他不害怕年龄增长，不惧怕时光流逝，他唯一在意的是今天的自己是否比昨天更好。当灵魂足够富裕，同频的人会寻香而来，或许这就是宇宙最浪漫的量子纠缠吧。你的灵性决定了你的高度。高灵性不是天赋，是伤疤开出的花，不是生来如此，而是经历风雨，看透人性，才慢慢变得清醒又强大。他们能把岁月熬成沉香，把人性看透后依然选择慈悲。他懂得何为松弛感和柔韧，总是会给人带来如沐春风一样的舒适感。空间感，他不会那么精于算计，更向往让自己安住于心，气定神闲。独有一份内在的沉稳和香气，浸透在灵魂上。他们外表看似温柔，内心却极有傲骨和稳定内核，既敏感又慈悲，如一盏温润的灯，和缓且不刺眼，照亮自己，也温暖他人，让人忍不住想靠近。看到这里，若占5条以上，恭喜你已活成暗夜里的萤火。若全中，也可能还有更大的人生课题和台阶需要等你挑战。因果是无处不在的，以下这几类女人往往都是自带灵性，千万不要去招惹，去招惹的人往往都会有大因果。这些人就连上天都在庇佑，都是有福之人。坚持行善的人，坚持行善的人往往具有一种灵性，这种灵性源于他们对他人的关爱和对生命的敬畏。他们善于发现他人的需要，并用自己的行动去满足这些需求。他们在生活中不断的付出，同时也从中获得了无尽的满足和快乐。坚持行善的人通常会被他人所喜爱和尊重，他们乐于助人，乐于分享，无私奉献。这样的品质在社会中非常宝贵，他们在传递爱和温暖的同时，也在倡导一种正向的价值观，鼓励更多的人去行善，去关注他人的需要。
他们的存在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和和谐。对于这些人，我们应当保持敬畏和尊重，他们的存在是一种正向的能量，能够感染和影响周围的人。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，从他们的行为中汲取力量和灵感，让自己变得更加善良和有爱心。同时，我们也应该意识到，行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它需要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，去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。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多关注他人的需要，从小事做起，逐步培养自己的行善习惯。而有大格局，心中有大爱的人，有大格局，心中拥有大爱的人努力做一番事业，初心并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。正是因为这一份大爱，使得他们能够感召很多一批又一批志同道合的人，最终成就一番令人瞩目的大成就。有格局，有大爱，愿意为众生贡献力所能及的力量，这种人都是拥有大德之人。古人说，厚德载物，拥有大德的人往往更能够承载大事业。越是大的事业，越是到最后往往拼的是人品。如果没有德，人品不行，最终所有获得的成就都会烟消云散，下场都会比较凄惨。有大德才有大格局，才能够胸怀万物，拥有宽阔的心胸，才能够容纳各类人才，才能够承担大任。有大德的人往往也会得到上天的眷顾，有福报，好运连连，事业有成，家庭和谐幸福。三，心怀孝道的人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孝道一直被视为一种珍贵的品质。那些心怀孝道的人，不仅对家人关怀备至，而且在日常交往中表现得格外谦和、宽容。他们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灵性，让人自然而然地产生敬意。什么是心怀孝道的人呢？他们通常充满了爱和关怀，无论是对待家人还是朋友，总是能够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。他们善于倾听，懂得尊重，充满同情心。例如，心怀孝道的人通常会表现出乐于助人的品质，他们愿意为别人提供帮助，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工作场所中。例如，当他们看到同事遇到困难时，他们会主动提供帮助，并尽力协助他们完成任务。这种乐于助人的行为让人感到他们有很强的同情心和责任感。然而，不尊重孝道、不尊重亲情的人，往往会遭受严重的后果。他们可能会失去家庭的温暖，孤独一生，甚至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方向。这些教训告诉我们，不尊重孝道，不尊重亲情，不仅会损害自己的灵性，还会给家庭、社会带来不良影响。总之，心怀孝道的人自带灵性，他们深知孝道的重要性，并以此为准则来要求自己。
他们的灵性来自于孝道的培养，来自于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亲情的珍视。我们应该珍惜这种优秀品质，发扬孝道精神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充实有意义。从玄学的角度来看，宇宙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平衡，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因果或者业力。灵性高的人往往与这种宇宙的能量有着更为紧密的连接，他们内心纯净，对世界有着更深层次的感知，行事也更顺应自然之道。当一个人选择欺负灵性高的人时，就像是在平静的湖面投入一颗巨石，打破了原有的和谐与平衡。这种破坏行为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，最终以某种形式回馈到欺负者身上。如果你遇到一个灵性高的女人，不要试图去挑战他们的底线，他们的底线不是一道防线，而是一种原则。事实上，任何违背道德和自然规律的行为都难以逃脱他的制裁。就像《道德经》中所说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失。看似无形的因果之网，实则严密地笼罩着世间万物。心理学上也能为这一现象提供一些解释。灵性高的人通常具有较强的心理素质和内在力量，他们在面对欺负时，往往能够保持冷静和理智，不会被负面情绪所左右。这种平和的心态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气场，对周围的人产生影响，而欺负者在实施欺负行为的过程中，内心往往充满了负面情绪，如嫉妒、愤怒、贪婪等，万物都逃不出道。灵性高的人往往能够预见一些尚未发生的事情。灵性高的人其实是懂道的，事物和人发展的规律和结果都是在道的范围内，也就是一切都在灵性高的人眼里、心里。世间万事万物有它的规律，都逃不出道。灵性高的人对人与人之间的动态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和洞察力。根据吸引力法则，一个人内心关注什么，就会吸引什么。欺负者的负面情绪不仅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和行为，还会吸引更多的负面事件。当欺负者被负面情绪充斥时，他们更容易遭遇挫折、失败和不幸。在历史故事和现实生活中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三国时期的杨修，聪明过人，灵性颇高，却因恃才放旷，屡屡触犯曹操的忌讳，最终被曹操所杀。曹操虽然一时除掉了眼中钉，但他也因此失去了人心。在后来的战争和政治斗争中，多次陷入困境。欺负灵性高的人就是与整个宇宙为敌。有一个很玄学的说法，就是真正善良、干净且通透的人，他是自带保护神的。如果你的磁场足够强，你的福报足够深厚的话，谁欺负你，谁都会倒霉，一点都不夸张。因为他欺负的不只是你，而是你的守护神。
你可能觉得你自己没什么本事，但是你的守护神力量非常强大。善良真诚的人自带保镖，一善因万善果，所以你的一个善念会引起千万个涟漪的善念来守护你。对他们进行欺负，可能会被视为是与整个宇宙为敌。欺负他们不仅是对他人的伤害，更是对自己的一种损耗。我们都在一个充满因果和能量的宇宙，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。而对于有灵性的女人来说，需要特别谨记，有一种丑叫灵气没了。一个人灵气消失了，会变得麻木，没有感觉，做事犹豫不决，专注力低下，甚至完全没有办法专注在一件事情上，脑子里总是会东想西想。如果一个人长期待在家里，不外出接触自然，不与人交往，人会变得特别消极懒惰，没有时间观念，会觉得生活也没有意义，会很厌烦社交，恐惧未来，或通过逃避现实来麻痹自己，会慢慢呆滞，变得没有灵气。早在2000多年前，庄子就揭露了其中的秘密，这和天地万物运行规律有关。天大地大，人在其中，天地人三合为贵，所以人一定要多出去走走，才能从天地中获得能量。一个人千万不要让自己失去了灵性，特别是女人，没有灵性的女性真的会变老变丑。最要紧的是学会对自己好，无论什么样的问题终将会成为过去。当一个女人内心强大，对过往不再耿耿于怀，对未来充满希望时，她便找回了灵气。像很多女原主年轻的时候很活跃，朋友多，话题也多，可结婚生孩子后变得木讷了，除了谈及老公和孩子，变得寡言少语。她们其实都是聪明有趣的女人，可现在连笑都变得很勉强，丧失了原来的自己，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她们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给了家庭和孩子，对自己却越来越不上心。其实每个女人都应该明白一个道理，你首先是你自己，然后才是别人的妻子、母亲。一个内心灰暗、了无生趣的女人是不可能带给别人美好的，所以累丑是真实存在的，更多的是因为疲惫、麻木带来五官和灵识上的模糊。女性身上尤其明显，很多女性小时候的五官清晰，灵气满满，长大后五官和气质都走向模糊，是因为长大后的各种欲望、压力、自我压抑。成年后灵气的慢慢减弱也是常态，但它可以通过维系自己的感觉，保持专注力，以另一种力量的形式留在我们身边。成年人的灵气是经历后的沉淀，成长后的蜕变，也是我们保持动力和快乐，不再麻木，感觉敏锐的力量。一个女人最可怕的就是丧失了灵气，灵气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寻。
就是那种不按常理出牌的个性，就是那种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的能力。有些女人可能会说，我哪有资格谈什么美好，我的眼里只有老公和孩子，只有一日三餐，春夏秋冬，我不再关注自己有没有新衣服穿，不再关注自己的身材是否走样，不再关注自己的头发是否打结。也许你觉得这样很伟大，但其实你是在自轻自贱，你都不爱自己了，别人怎么可能爱你呢？你都不尊重自己了，别人怎么可能尊重你呢？你都不疼自己了，别人怎么可能心疼你，对不对？一个女人过得好不好，其实别人是看不清楚的，只有她自己最清楚。一个女人幸不幸福，也只有她自己最明白。而一个灵气消失的女人，是连自己都骗不过自己的。女人要知道，有一种丑叫灵气没了，而保持灵气最好的方式就是好好爱自己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肉眼看世界，全是名利；天眼看世界，无尽轮回；法眼看世界，皆是因果；慧眼看世界，即是心怀；佛眼看世界，都是慈悲。越是灵性高的女人，内心世界足够丰盈，灵魂就会生出香气，卓然的才情，富足的内涵，优雅的言行举止，低眉抬手间透着温润清爽的芬芳，带着穿行岁月的从容之美。灵魂有香气的女人一定是不争的，人道无求，品自高。人唯有到了一定的年龄，才懂得不争的真意。不争是一种生活的态度，是一种低调的智慧，懂得取舍，自在人间。不争的女人，胸怀坦然，心境开阔，拥有的也就更多。简朴的生活，高贵的灵魂，乃是人生的至高境界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守好灵性。愿你保护好自己的灵性，不为谁改变，不为谁沉沦，即使生活粗粝，也不放弃灵性与美好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